可以在那个轨道上不停的运行。所以说你的这个速度，你一掉轨你就得点燃这个燃料，把它推回原来的轨道。那你当燃料耗尽以后，那你自然就会越掉越低，最后就坠毁了。所以这个也是太阳活动引发的这个事儿。再有就是1989年这个一个大的磁暴啊，当然这个讲了，就是魁北克省600万居民停电9小时。然后比较近的是03年的10月，有一个10月风暴。因为03年10月大约10月10几号到11月初这个过程中，连续爆发了大约有20个左右的这个 X 级的太阳耀斑。当时观测到的一个最强的一个 X 级耀斑是 X28级，但实际上为什么观测到 X28级呢？是因为这个探测器最强就只能观测到这个 X28级，就是它已经饱和了。所以实际上后来科学家在反算这个观测到的一些数据的时候，发现它那次的有可能在 X40到50级的这个爆发强度。那一系列的爆发呢，导致了大约有30多个卫星，就各种探测器，有的就进入了自我保护，有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坏，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发动机关机，因为这个时候它不敢打开发动机来推进它的，有些掉轨的，它需要打开燃料把它推回原来的轨道，所以它就不敢弄。然后还有几个失联的，就是几个卫星在这个期间失联，就后来就找不着了。然后再有地面上有13个核电站，就是采取了这个预防性措施吧。还有就是那期间，就是民航的很多航空公司民航，它要飞这个高纬度地区的这个航线，它就要求这个民航飞机要降低飞行高度，就是因为那个在太阳爆发，尤其磁暴期间，如果你还在那个平流层那个层在飞的话，那你飞一趟可能就相当于做了20-30次的 X 光，就是它对人体的伤害是会累积下来的。然后2018年呢，当时因为空间天气，我刚才讲的这些，前面讲的都是太阳爆发引发了对地效应，空间天气还有一些领域是跟这个太阳爆发关系不大的，但是它只是涉及空间监测。那么有一个领域就叫做空间碎片的监测，因为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欧空局他们当时发布了一个就是调查，然后是从1957年开始，人类首先第一次开始发射那个火箭的，总共大概发射了5400多次火箭，那么大约有8000多个航天器被送入这个地球轨道。那么这些东西有很多，比如说火箭有些残骸，卫星有些损坏的，这些东西最终导致了在太空当中大约就超过10厘米的这个垃圾和碎片，大约有29000多个，因为这个是容易监测的，超过10厘米的用望远镜，好多望远镜都可以直接把它监测到。然后再有就是1到10厘米这个级别的这个碎片大约75万颗，然后1毫米到1厘米这个碎片大约是1.66亿个。实际上很多太空中很多这个东西，你这个1毫米这个级别的那个垃圾撞上以后，就足以对你的这个航天器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是一些小卫星，这种小颗粒撞上去，直接就有可能给它撞报废。所以现在太空垃圾是一个未来这个空间应用和空间发展一个很棘手的事情。那么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这个太阳活动还有空间天气对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哪里？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的过程，它是跟我们的探索脚步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是200年前我们都在农业社会，是吧？它怎么折腾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吧？它又不可能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也不可能飞到天上，是吧？然后当我们人类有飞机了以后，那么高空的这个天气状况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会航海的时候，海洋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能潜水的时候，是吧？那海底深处的一些状况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同样，我们现在开始逐步的走向太空，那么这个时候太空的这些东西就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了。
这也就是我们，而且这个专业一定未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你一个大国，你在这个领域绝对不能落后，你落后了以后，怎么说呢？你的未来的很多发展空间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卡通的图片，这是极端情况下，因为今年我简单的做过一个概率的计算，就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所谓的卡林顿事件，说几百年最强的这次，我刚才说了很多这个太阳爆发的，但是前提有个概率性的问题，比如说太阳它是一个球体，我们把刚才所有的太阳活动来类比一下，就比如说太阳这个11年周期，我们就把它比喻成太阳的心跳，就正常的是吧？每11年跳一下。那再往后呢？